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昨天我们谈到，很多人自信不足，甚至不愿多和人说话，总担心被人嘲笑。哲学家说，这其实是自我意识的羁绊，让我们无法无拘无束地行动。那么，我们要想一想，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想通过小心翼翼的行动获得些什么？年轻人回答，就是想单纯的不被嘲笑，不被小瞧，仅此而已。哲学家说，这就是你在刻意隐藏真实的自己。如果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定会放声歌唱，或者随意高谈阔论吧。所以你并不是没有找到真实的自己，而是在别人面前无法展现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到3点：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自我接纳的意思是，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对事物的主观看法。我们不需要非常积极地肯定自己，只要接纳即可。区别在于，自我肯定的时候会说我能行，我很强，但这未必是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在进行自我催眠。自我接纳则是，如果做不到，就实实在在地接受结果，然后朝着能做到的方向努力。简单来说，如果你考了60分，却自我安慰说只是运气不好，如果都蒙对了，理论上应该能得100分。这就是自我肯定。基于60分，在此基础上分析错误原因，下次尽量接近100分，这才是自我接纳。年轻人总结，这是在提醒自己不必过于悲观，但也要脚踏实地，努力进步，不要好高骛远，避免虚无缥缈的自信。接受现实，然后再拿出改变的勇气，这就是自我接纳。哲人肯定地说，我们并不缺乏能力，只是缺乏勇气，一切问题其实都是勇气的问题。我们往往没有勇气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接下来是第2个关键词，他者信赖。之前也讲过一句话，将对自己的执着转成对他人的关心。所谓信赖，就是在相信对方时，不附加任何条件，即使没有足以构成信用的客观依据，也依然相信。也可以说是无条件相信，就是信赖。年轻人表示不解，难道不怕被人骗吗？还是担心别人背叛？哲人说，其实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信赖。当你对别人产生怀疑时，别人也会知道你不信任，积极关系就难以建立。至于说我信任别人，但对方背叛，怎么办？这不是你的课题，而是对方的课题。你只需要考虑自己要不要信任别人就好了。这本质上也涉及课题分离的原则。哲人继续说，无条件信任别人，并不是希望我们对每个人都无条件信任。这只是帮助我们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手段。如果你希望与某人相处融洽，就可以无条件信赖他；如果你怀疑他，那么这段关系也就可有可无，或者你也不应对对方寄予过多期望。举个例子，比如别人找你借钱，你若信任就借，如果不信就不借。找对象也是如此，信任是基础，如果你觉得对方不专一，再去寻找证据，只会让关系破裂。哲人说，只要先有怀疑的态度，就容易找到相应的证据，这就叫主题先行。年轻人大致明白了，信赖在关系中很重要，但又担心被背叛怎么办？哲人说，这也是自我接纳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看走眼，可能会遭遇背叛，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生活中要给自己留出冗余，让自己有机会试错。有时通过一些小事，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反而是好事。比如让人借钱100块，在能承受的代价范围内，愿意全面信任，若对方确实不还，100块也算看清一个人。这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原则。相反，有些人喜欢占小便宜，结果往往吃大亏。平常若总薅亲友的羊毛，最终信用也会崩溃，遇事就没人愿意再帮忙。对他人给予信赖，就是把对方视为伙伴，若把对方视为敌人，就难以实现他者信赖。最后一个词是他者贡献，对作为伙伴的他人给予影响，做出贡献。
这并不是要大家牺牲自我利益去迎合他人，而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最容易理解的他者贡献是工作，通过工作参与共同体，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别人需要你，你就有价值。自我实现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顶端。孙悟空并不是为了赚钱或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陪着唐僧走完9981难。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非要赚钱，但也在为他人提供价值。比如朋友求你帮忙，你也不会一开始就要钱。有人调侃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就会伤钱，其实不谈钱的感情才是真正的感情，或者说不图回报的情感才是真正的情感。比如你家每天晚上，妻子一个人做饭、收拾、洗碗、拖地，听不到感谢的话，但她仍然在做，因为这是最真挚的情感，是在为家人提供价值。此时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情境，一是你和家人愉快的聊天、开玩笑，家人就会来帮忙，顺手做些家务，随后你表示感谢，氛围会更融洽。二是你一边干活一边埋怨、嫌弃脏、嫌弃懒，家人就会离你更远，家庭氛围变得糟糕。有人说第二种情况见多了，第一种很少见，是否是伪善？其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确实存在热爱的人，如果做饭是他的热爱，家庭聚会、朋友聚餐他会主动承担，愉快地展现厨艺。这样的人也是在以自我价值的方式贡献自我。如果对方情商高，愿意在你吃苦时多说几句感谢，他会更受用。但也有那种不愿付出却爱指责的人，往往是关系中的破坏者、扫兴的人。于是有人说现在流行养宠物，一个原因是宠物不会扫兴。你花钱养宠物，它们总是开心，人则不同，你对它好，它不一定会开心。于是现实中你要做的是在行为上自立，与社会和谐相处，而支撑这些的心理因素是我有能力，我是他人的伙伴。也就是说，既要对自己有自信，也要与他人平等交流。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也别把他人看得太低。即便遇到不公平、不顺心的事，那也往往是个体原因，不要扩展到所有人。比如遇到一次伤害，就觉得全天下都对不起你，这种心态并不必要。再者，即便你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讨厌你，甚至攻击你，这也是对方的问题。无需因此改变自己对他人的看法。哲人还提出另一种情况，工作狂往往被解释为缺乏人生和谐。其实这往往是用工作来逃避家庭责任的一种借口。这就涉及到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如何平衡。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角色。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要出去赚钱打拼，但哲人认为这并非正是人生课题的生活方式。工作不仅在公司，家里的事务也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因此，若只考虑公司的工作，就是一种缺乏人生和谐的生活方式。任何人都存在退休、不能劳动，或不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那时，你的行为标准、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此前，我们说过一段话，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年轻人便问，我们的幸福是不是也在人际关系里？哲人提出问题，对大家而言，幸福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不清。阿德勒给出简洁的回答，对共同体有用，或者对他人有用，这种感觉就足以让人体验到自己的价值。这种贡献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是隐藏的，这是别人的评判标准，也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无法干预。你自己如何认识我对他人有用，这是一种主观体验。换句话说，幸福就是这种贡献感。这让年轻人感到意外。他以为若人人都能获得幸福，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哲人解释，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幸福，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有用。若你感到不幸福，往往是因为你还没有体验到贡献感。因此，之所以在意别人的认同，是因为它是获得贡献感的常见途径。反过来，若他人不认可你，你也就不容易感到幸福。
年轻人依然困惑，贡献感还能来自哪些方面？哲人说，如果真正拥有贡献感，就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即使不刻意寻求，也能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用处。这是一种强大的自信，我对别人有用、有价值，而且不必被他人评价左右。这种自信有时近似自恋，你们可以不喜欢我，但我就这样。如何获得这种自恋感？哲人说，这是一种共同体意识，在一个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举个例子，企业的老板和领导者不需要员工的认可，在公司里他们负责养活大家，因此拥有共同体感，家庭中亦然。我若处于一个团体的核心位置，就会有这种贡献的价值感。放到社会上，那些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政要也往往不需要普通人的评价。这种感觉有点像养宠物，你相信他们需要你，你对他们有价值，但不指望他们来评价你。不过，若过分追求这种感觉，可能带来自恋的问题。年轻人还是想知道，这样的幸福真的可能吗？如果我无法成就一番事业，或无法达到高位、财富、权势，该如何获得这种价值感和幸福感？这确实让哲人感到棘手，一个并不出众的人，如何找到贡献感？这类人往往有成为更好自己的愿望，但一旦梦想破灭，便容易自暴自弃，甚至通过变得更糟来获取关注。这其实是以极端方式寻求存在感。某些孩子若发现自己学习不好，不被老师和同学看好，便走向调皮或不良少年，以此证明自己存在。我们小时候也常说，若不能成为李嘉诚，就做陈浩南。这是一种廉价的优越感追求，通过让他人高看自己，甚至让他人害怕自己来获得存在感。至于父母的训斥，他们并非真心想坏，而是要通过堕落来报复。其实并非人人都想作恶，而是在寻找一种正当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年轻人越来越糊涂，并非人人都能变得出众，我们该如何面对？哲人说，要有甘于平凡的勇气。自我接纳是其中的重要一步。普通并不等于无能，不需要炫耀自己的优越，只要踏实过好日子。近年愈来愈多人与自己达成和解，愿意平凡，愿意从容生活。我们被教育要艰苦奋斗，不断努力，要有进取心，但现在又要学会与自己和解，甘于平凡。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对人生观的颠覆。想要躺平并不容易，往往需要经过社会的挫折与打击，才能逐渐与自己和解，找到新的力量。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们，大多也经历过奋斗无果，如今正在寻找与自己和解、甘于平凡的力量。哲人说，人生如登山，如果没登上山顶，原因可能是体力、天气或运气。能力多来自于机会，若强行攀登，可能适得其反，甚至赔钱，伤害人生。很多人觉得，社会上认为的幸福路径是上好大学、进好企业、拥有稳定家庭，但人生并非线性，可能前高后低，先苦后甜，或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生要做的事，亦或大器晚成，平平却最终大放异彩。因此，人生不具备固定的规划，需要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机会来临之前，你也难以预判自己的上限。年轻人问，如果否定奋斗的意义，那些努力攀登到顶峰的人怎样解释？哲人回答，他们并非专注于未来的规划，而是活在当下。比如音乐家们，往往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专注于演奏每一个乐章，而不一定在思考该如何努力成为顶级。于是，有些人在被误解时，也能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位置。所谓的潜在性人生与现实性人生，前者看得到路，目标明确，像乘坐火车直达终点；后者像旅游，目的地不确定，沿途可能有意外收获，能把握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刻。现实性人生强调把握当下，人生其实是由一个个刹那组成，过去与未来并不存在，只有当下最重要。年轻人感到困惑，这是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哲人否定这一点，强调要认真而谨慎地完成当下能做的事，
而不是把一切都推到过去或未来去。过于纠结于深刻的理解并非必要，人生其实很简单，认真对待每一个刹那，刹那一过便再也回不来。比如小时候想要的高配电脑，工作后买到了却发现热情不在，想买豪车，到了再看，或发现已经不再吸引人。人生常因此留下遗憾，很多人都在事后自责。所以，应该尽量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避免错过，把机会和选择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关于人生的意义，阿德勒给出简单的回答：没有普遍性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来自于你对生活的赋予。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你给自己带来的体验，让自己感到幸福、自由、有价值感。当你被需要时，就会产生自信。谁被需要，谁被需要到何种程度，决定了你在他人眼中的价值。不要总是害怕麻烦别人，适时的付出可以拉近关系。回家看望父母时，主动让父母做些事，说些感谢的话，会让家庭关系更加和谐。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旦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也会随之改变。最后，必须有人先改变，让自己先改变，比强迫别人改变更容易。即便别人拒绝合作，也与自己无关，重要的是你把该做的事做到了。这本书的内容在网上评价不一，有人称之为心灵鸡汤，也有人视为处世哲学。价值在于你用什么心境去理解。书中的观点很多我也认同，符合现代社会年轻人的普遍困境，但也有些地方讲得太理论化，难以理解，容易忽略背后的深意。比如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不能因为害怕就不行动，怕被嘲笑，其实只是自己不行动的借口。那个年轻人总是焦虑，怕自己演砸，其实在他人眼里，你并不如你想象中重要。人家是否嘲笑你，在他们主观世界里可能根本没想过，你何必当真？越害怕行动，越容易被嘲笑，这会形成一个自我放大的循环。因此，要先从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开始，把能做好的事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他人。另一亮点是目的论，而非因果论，不是问为什么我现在痛苦，而是我要怎么做，这样很多矛盾就能豁然开朗。比如与对方争吵，不一定是为了让对方服从，而是要实现一个更高的目的。若对方比你强，继续争吵往往无效，不如先改变自己的态度，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遇到杠精时，可以把对方的说法逐一拆解，让他明白问题所在。当然，对于正在为子女教育发愁的父母，这本书也有重要意义，帮助破解自卑感，找到自我价值。自卑往往是孩子通过不幸来吸引关注的方式，父母应积极帮助孩子建立价值感，多用横向关系给予鼓励，表达感谢，少评判，让孩子接纳自己的缺点。每个人都有短板，应该让别人记住的是你的优点。当你的长处足够突出时，短板就会显得不那么重要。比如梅西本来有侏儒症，但他用出色的球技扭转了人们对他的看法。马云的数学考试20多分也并未 define 他的未来。总结来说，这本书的核心在于通过自我接纳，建立对他人的信任，贡献自我价值来获得幸福。通过正确的态度面对现实与选择，活在当下，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与意义。若你愿意用心去理解与实践，或许你也能在生活的细节中慢慢体会到属于自己的软生阅读般的宁静与力量。